我再也不敢相信丝芙兰里的评价了，看我这个脸真的卡粉斑驳到可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回来频道。今天是我最爱的彩妆环节——粉饼大测评。主要来说，新出的迪奥这款蜜粉饼，这个壳子真的超美啊！然后还有之前很火的纪梵希的丝宫格蜜粉饼，看看他们俩上脸的效果如何。顺便再说一下，我很喜欢的一些定妆粉，有散粉，有蜜粉。我平常的底妆就是粉饼，只不过是底妆粉饼，遮瑕力很高的粉饼。然后我需要蜜粉饼叠加在粉饼上还不能卡粉的，所以我对粉质要求很高。当我在官网看见迪奥出这个粉饼的时候，立马下单。首先这个包装真的是我的菜啊！从等待它到家的开心，到后来我摸到粉质觉得有点粗，到最后上脸之后整个大灾难，我的心情真的像过山车一样。首先他说自己是 setting powder， 是一个定妆粉，我觉得这个描述就是有误的，因为它是有遮瑕的粉饼，它不是那种很轻薄很清透的，像纪梵希那个完全不是。你可以把它用作底妆，它的遮瑕力有50%，遮掉你小的斑点瑕疵。可以看到我上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上底妆粉饼的，直接用它也能遮个七七八八。我选色号是01 Fair， 它还有一个白色透明的，像 NARS 大白饼那种的。我定妆粉实在太多了，我就没有买那个。我就想看看这款它的柔焦、毛孔、控油、持妆力怎么样嘛。第一次上妆完全卡在了我所有的纹路里，我的眼下细纹全部都出来了，而且鼻翼很卡粉，我好久没有见过粉质这么差的了。因为我最近用到的一些开价的粉饼啊，像日本的一些开价粉饼，什么 Integrate， 像这个 BCL 也很好用，它们完全不会卡在我的鼻翼，所以我都忘了粉质粗是什么感觉了，直到我用了这个。而且它的香味哦，久久散不掉，你用上它之后，你感觉半天你那个脸上都是有香水味的，就很浓的香水味，不难闻，但你不舒服的时候闻起来会有点头疼。还有一个问题是，这个包装很美，对不对？我会想把它放在包包里，但我跟你说，它粉饼薄的，你任何粉扑都放不进去。我试了很多粉扑。我是一个有收集粉扑癖好的人啊，我会把我之前用的所有的粉饼里面的粉扑都洗干净，然后收集起来。我就是喜欢各种颜色、各种样子的粉扑。你不知道哪个时候你喜欢的粉饼它又没有粉扑啊，你就可以用它们放进去，对不对？我试了一摞粉饼啊，就所有我之前用的，没有一个可以放进迪奥的粉盒。所以基本你出去它，你还要带一个袋子，里面带上一个粉扑，再带一个它。我的包包现在越来越小了，东西多真的放不下。迪奥新款粉饼让我很失望，幸好同时我也有纪梵希这个，还能平复一下心情。纪梵希这个其实蛮中规中矩的啦，但是它的粉质不会出错，包装也是很好看啊。我把它的里面那个刷子拿掉了，放了自己的粉扑，这是卡姿兰黑瓷粉饼里面的那个粉扑，放在它正合适，完全可以扣上。好，我选的颜色是3号色，这是北美最火的色号。现在都讲求什么粉色定妆啊，元气粉拥有好气色，包括一些紫色定妆粉，什么蓬蓬紫，用上它们真的会让你的苹果肌都蓬起来，很可爱很少女的那种。这个粉色蛮好看的，尤其补妆的时候啊，你脸如果很暗沉，用它一下子有好气色了。它是之前那个丝宫格散粉一个很好的升级。丝宫格散粉它改版之后变得有闪了嘛，有闪片了，很多人都去吐槽，然后它官方又升级了一个没有闪片的粉饼版，好评如潮，真的很好用。首先它的粉很细腻，不会卡纹卡在毛孔里，而且它遮毛孔能力是很优秀的。比如我之前上了一个底妆粉饼之后用它遮，还可以把毛孔再遮掉个50%，而且它控油力、持久度也很高，不会之后脱妆会起白芝麻粒啊，或者出油出很快。但它不是有色的哦，它就是一个均匀肤色提亮的效果，它没有遮瑕力的。但这种提亮效果，我觉得出去补妆还是蛮方便的，尤其你找到一个适合的粉扑之后，
它会让你妆容很服帖、很平整、很完整。马上圣地亚哥要空展了嘛，你可以听到吗？天上的飞机一直在飞。补妆粉饼还有一个我很爱的，我推荐无数次了，就 About Tone 韩国这款黑色的粉饼，它也是这样开合的，跟纪梵希那个很像。它的磨皮感极强，看它有色粉饼嘛，它遮瑕力不会说很高，大概遮瑕也就遮个1、2成吧，几乎没有的。但是它磨皮、遮毛孔、去油、控油能力极强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一个有色粉饼可以做成这样。我这次回国，我会发现我很多透明粉饼，就所谓的特别超控油那种，持妆度、控油力还没有它高，并且你每一次补妆的时候，你都感觉你的脸一下子就变得很平滑了，毛孔全部都遮住，还原你早上刚上妆的状态。这个真的是很好用。我最近拿它提亮那个眼下区域，因为我这个色号买白了，这是 Fair 01号嘛，我应该是买02号比较适合。Fair 这个颜色还蛮适合提亮面中的，当个亚光高光使用。好，那这2块都是很适合补妆的粉饼。怎么补都不会卡粉，不会出错，持妆控油力都很好的。下面说几个透明散粉，我很爱的，用来铺防晒，让你防晒霜的持久力也增加，成膜更快，不容易被蹭掉。然后你也可以用在粉饼、你的粉底液之上。这个是一个老生常谈了 ，Innisfree 的定妆薄荷散粉。它叫薄荷散粉是因为它的包装吧，因为它的成分是没有薄荷的，大家可以放心。敏感肌适用 ，Mineral Powder 专门的矿物粉，很适合皮肤容易爆痘的、玫瑰痤疮的、有一些肌肤问题的用它。它是非常细的散粉，所谓的微米级，不会说铺在脸上那个粉一块一块的晕不开。它吸油力也很好，这个散粉火了这么多年是有原因的。又很小一支嘛，它里面也附了一个粉扑，把粉扑怼在上面，带在包包里也是可以补妆的。它还有一个功能是可以铺你的刘海，比如说你的刘海有油啦什么的，你用粉扑稍微铺一下，让你的发丝都蓬松了。救急的时候使用它还蛮好用的。好，下面这个是我用了快1年吧，我是看 YouTube 的丹尼表姐推荐的，她是中东油田的代表。他一般推荐散粉不太会出错，这块真的很好用，是 Mimi 的 Skin Pillow 轻羽柔光散粉，它真的很清透那个粉呢，涂在皮肤上感觉就化开，就不存在，就很隐形的感觉，但同时又把你的妆定得很牢。它那个轻盈感，我觉得有点像 NARS 的大白饼，这个价位可以做到那样的粉质是很难得的。而且它的筛网可以把你的粉倒得很均匀，就你不用说粉扑蘸完以后在手上去涂匀再上脸，你就直接蘸到它，直接上脸都没有关系。然后它里面添加一些植物的舒缓成分，所以到下午你脸也不会觉得干燥，不会紧绷。而且它容量是最多的，这里面是有10克吧，是今天说的最多容量的散粉了。唯一的问题是我发现这次我回国，它的控油力就不是那么的好，没有我想象那么好。因为我在美国用的时候觉得它很好，但你去了潮湿很夏天，你知道国内那种天气的时候，发现它就有点不够了。我会感觉 About Tone 比它控油更好，但如果就一般的天气像不是很湿热的那种，包括冬天呀，即使干皮用它你都不会卡粉的。和Mimi很像的一个国货是 Judy Do 橘朵的这款新款的粉色散粉，新出的轻雾柔焦散粉。橘朵的东西真的超级好用，我目前用他们家的底妆从来没有踩过雷。粉饼那个白开水粉饼是我的最爱，遮瑕又好，持久度又高，底妆类的都蛮好用的。唯一我不太喜欢它那个彩妆盘，就是有各种颜色可以修容的那个我觉得粉质就一般，没有到必买的程度。那他们家底妆真的是必买，没有一个不好的。这款散粉也是和Mimi很像，轻若无物，它叫轻雾散粉吸油不吸水，控油不拔干。每次皮肤涂上它以后，光滑到不行，就摸上去那种 baby skin 很嫩的感觉。它里面有3重控油粉体，可以让你皮肤摸上去超级的丝滑。有山茶花、人参、茶叶提取去抗氧化，
也是不会到下午到拔干的。我很喜欢它的包装，它的包装比咪咪这更胜一筹。它是一个有开合的它里面有附粉扑，要有开合的。这个太聪明了，这样你出门的话它就不会洒，它帮你盖住了。欧美品牌可以多学学国货吗？你把包装做好一点，给我一个粉扑好吗？最后说2个我最爱的控油白色蜜粉饼，就是它们，万年不变的 NARS 大白饼，还有卡姿兰黑瓷蜜粉饼。它们2个我就一块说了，因为真的太像了。它们的 claim 都是一样的，全部都是说自己持妆控油，所谓的吸油大饼子，全部都是给你那种毛茸茸雾面的妆效，让你的毛孔隐形，妆容持久8小时不成问题。而且它是可以不影响你之前粉底液的那个妆效和光泽度的，不会说一铺上以后脸白白的就很假面。如果你是极度的油皮，你买卡姿兰；如果你中性就一般油，或者你就是想要一个很好看的定妆的妆效的话，你就买 NARS。我这次回国也是发现，在湿热的地方，卡姿兰确实控油力更强，控油到我最后补妆的时候会觉得它有点让我的皮肤那个干纹、干皮都起来了。但是因为我没有做好保湿啦，国内特别热的时候，我真的不想再去保湿了。但就是说它这个控油力真的没谁了。也可能是我买的是银色壳子版本，银色壳子是控油版，比黑色壳子更吸油，是真的很持久，而且很轻薄，就上脸不会觉得厚厚一层粉上去。这个 NARS 也是，这个粉就是那种 invisible 隐形的感觉，你现在摸你都感觉那个粉在哪里，但它就是在那里，它就在皮肤上有你可以看到它还有细闪，让你脸每次定完妆之后是那种瓷娃娃般的状态，上了柔焦滤镜的样子。所以这个 NARS 真的是我喜欢很多年，我这个是至少买了第3块了，还没有用完我都马上去回购新的。这个包装到底下很不人性化，没有办法挖到最后，所以你都会提前去回购它。定妆真的很好看，尤其在秋冬季节吧，我都是用它的，旅行必备的饼子。然后它俩的包装呢，其实我更喜欢卡姿兰的，因为卡姿兰它是双层的嘛，你下面可以放粉扑。那 NARS 这个粉扑本身送的粉扑很差，定不了妆，你需要用那种很毛茸茸的这种粉扑才可以把那个粉涂在脸上，其他粉扑也塞不进去。你如果拿它去补妆的话，你还需要带一个袋子，里面把粉扑和它都放进去。好，以上就是我的定妆粉合集，希望对你们购买有些参考。如果你有很喜欢定妆产品，你完全不能离开的，也分享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种草。谢谢你收看，不要忘记订阅、点赞、关注我频道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。